朋友们，咱今天聊的话题可能有点沉重，甚至有点毁三观。大家都盯着纳斯达克那几根红柱子看，觉得 AI 时代来了，美股永远涨。但我建议大家现在把头转过去，看一眼那个平时没人理、灰头土脸的信贷市场。不知道大家闻到没？空气里那种熟悉的腐烂的味道又回来了。这种味道2008年雷曼兄弟倒下前有过，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前有过，甚至1973年石油危机时也有过。现在那些金融巨头，贝莱德、黑石、摩根大通、高盛，这些平时教你长期投资的大佬们，正在集体做一个动作，锁门。如果你现在手里有这些基金，想提现，对不起，每季度只能拿5%，这叫什么？在金融术语里，这叫由于流动性收紧采取的限制赎回。但在咱老百姓的话语体系里，这只有一个词：挤兑。今天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副多米诺骨牌到底到了哪一张了。咱们来看几个硬数据，这些东西新闻里可能一闪而过，但凑在一起就是一张催命符。Cliffwater 搞私有信贷的大户，赎回率直接冲到了14%，这是一个什么概念？这相当于一桌人吃饭，还没上主菜呢，已经有1万人借口上厕所偷偷买单流了。Bro 更直接，干脆停止提现，门焊死了，谁也别走。Blockfairs 600亿美金规模的交易所，说倒就倒。锁门派，贝莱德、摩根斯坦利，这才是最吓人的。老大哥们开始规定每季度限赎5%，咱就说这些大佬平时不是说自个儿流动性极佳吗？不是说资产稳如泰山吗？为什么现在要把门反锁？因为他们看清了水位在下降，现在的加息周期像个巨大的抽水机，把市场里的便宜钱全抽干了。这些机构手里拿的资产表面上值钱，但现在想卖，没人接盘。这就好比你有一套价值1000万的学区房，但这房子现在没证，不能过户，你想换成现金去买米，发现1粒米都换不回来。这就是信贷市场的现状，资产还在，钱没了。很多人说这次不一样，我们有爱，我们有音乐大黑。1973年石油危机的时候，大家觉得有石油就有未来。2000年的时候，大家觉得只要有个点靠呢，后缀就是神仙。2008年的时候，大家觉得房价永远不会跌。现在的信贷市场信号跟那几次危机简直是像素级的相似。1973年，能源成本飙升，通胀失控，信贷收缩。2008年也是从这种小众的次贷，信贷基金开始出现赎回困难，最后一把火烧到了雷曼兄弟。现在的逻辑是，高利率已经维持了太久，那些靠借便宜钱、借新还旧的公司已经快撑不住了。信贷市场之所以现在出现天量赎回，是因为大资金在抢跑，那些100亿级的对冲基金、家族办公室，他们的嗅觉比咱们灵敏100倍。他们不看英伟达又涨了多少，他们在看银行的资产负债表。当他们开始不计代价的提现时，这就是在告诉全世界，船要沉了。这时候大家会问，既然都要崩了，为什么股市还在涨？这就得聊到咱们老朋友特朗普，还有那个即将到来的11月。大家记住一个铁律，在美国大选前，现任政府和潜在继任者都会拼了老命把那彩色气泡给吹住。现在的繁荣其实是一种政治性繁荣，特朗普需要一个看起来强劲的经济来助选，所以美联储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位置。明明信贷市场已经快渴死了，他还不敢随便放水，怕通胀反弹，但他又必须维持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假象。这种假象能撑多久？撑到11月初。现在的信贷挤兑其实就是聪明钱在抢在政治维稳期结束前，把手里的筹码换成现金，等到大卷靴子落地，那个被强行按住的金融类可能就再没人去管它了。所以现在的每一天
其实都是在倒计时。咱们 Martian Club 不预测具体哪天崩，咱只聊逻辑。当现在市场彻底冻结，会发生3步走。第一步，很多2、3线公司因为借不到钱直接破产，失业率突升。第二步，贝莱德、黑石这些机构为了应对体现，被迫在市场上抛售最值钱的资产，也就是你们手里的英伟达、微软、苹果。第三步，股市流动性瞬间枯竭，你会发现你想卖都卖不出去，哪怕降价20%也没人买。很多人问我现在怎么办，要不要去抄底？咱就说，当一头大象掉进泥潭的时候，你一个普通人冲过去想把它拔出来，结果只有一个，你会被它顺带着踩进泥里。这个时候，活下去比赚大钱重要。现金流、黄金虽然最近在博弈，但长期看是实物资产以及对风险的绝对敬畏。说了这么多，大家可能觉得我有点贩卖焦虑，其实不是。Martian Club 成立的初衷，就是想在大家都在狂欢、都在喝迷魂汤的时候，拉大家一把，去看看那张被遮起来的底牌。今天咱们点名的这些机构，贝莱德、黑石、高盛，他们不是没钱，他们是在保命。大佬都在保命了，咱们普通人更得把自个儿的钱包捂紧了。咱们这一期不推荐任何避险基金，也不推荐任何 APP。我只有一个心愿，希望在下一次大潮退去的时候，看我视频的朋友都能在那稳稳当当的站着，而不是在海里裸泳。你觉得美股这个泡泡能撑过11月吗？或者你已经闻到了那股腐烂的味道？欢迎在评论区开麦，咱们理性讨论。我是 Mars，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，咱们一起保持清醒。下期见，拜拜。